开车我们是业余的，搞笑我们是认真的，我们是一言不合就开车的 Amazing Teacher。为什么今天这么的嘚瑟？因为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春游。耶！我们今天要开着我们的新车去 San Diego 吃下鸵鸟蛋蛋。我特别爱吃蛋蛋。上一期我们试驾了2022年 Kia Sorento 插电混动，想了解这台车的详细资讯的宝宝们，别忘了点击右上角观看哦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开着这台 Plug-in Hybrid 去 San Diego 春游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会在这2个小时的路程上给大家展示我们这台车的油耗以及续航能力怎么样。现在是11点11分洛杉矶时间，那我们开去 San Diego downtown 呢，差不多是2个小时，可能会有一点点堵车。目前我们这台车的总里程数能跑333 mile， 纯电的话能跑31 mile， 纯油的话能跑302 mile。电池其实已经充满了，现在还有98%。那我们等一下过去看看，它的油耗和电耗怎么样？那这台车官方给的数据呢？如果在城市跑的话，它的油耗差不多是35 mile per gallon，在高速公路呢是33 mile per gallon，MPGe 呢可以达到79 mile。所以去趟 San Diego 再回来是不需要再加油的了。我们可以看看需不需要，感受一下。那我们就开启我们的旅程吧，耶！阳光、沙滩、仙人掌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那我们现在开了1个半小时，已经到了 downtown San Diego。那这次行程呢 ，GPS 上显示的是总共要跑85 mile 左右。那我们现在已经走了83 mile。那目前呢，我们剩余的电量还剩了15%，但是只能跑0 mile， 它是这样显示的，基本上就是全用油了。那全用油的话呢，还可以跑258 mile。到了 Historic Heart of San Diego， 车位简直不是一般的难找，耽误了好久。快跑快跑，马上就要到我们预约的时间了。终于按时来到了这家专门吃鸵鸟蛋的餐厅，真的不容易。好大一个鸵鸟蛋啊！哇，它这个是1颗鸵鸟蛋，对，一整颗，大概相当于差不多20个鸡蛋，20个，对，哇，那今天的蛋白质爆表了呀！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拳头，你可以把拳头伸过来。哎，咱俩手好小啊！是啊，显得它格外的大。呀，一般手小都会显得很多东西大。那一份鸵鸟蛋呢，它是可以3到4个人分享的，所以我们今天3个人刚好可以，差不多。对，一份呢是125美金，我觉得挺划算的，挺好的。3到4个人吃啊，差不多40-50美金一个人。还配了那么多 bacon。是，鸵鸟蛋呢应该是这样吃。啊，这不是有很多蛋黄吗？然后呢，你就拿这个应该是蘸着吃的。那人生中的第一次鸵鸟蛋我们尝试完了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我觉得有点 overrated 呀，因为就听大家说鸵鸟蛋很好吃，很好吃。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个人更喜欢鸡蛋的口感，因为鸵鸟蛋可能就是它太 rich 了，所以吃起来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腻。它的蛋白都是厚厚的，大概这么厚，然后吃到嘴里面非常的 Q 弹。我觉得有点吃那种橡皮筋的感觉，对，而且太腻了，而且对比较腻。那我们现在带大家看一下 San Diego 的步行街吧。吃完鸵鸟蛋，溜达一下消消食。这里是圣地亚哥有名的文化步行街，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墨西哥风情。两边很多各具特色的纪念品小店，可以悠闲自得的逛逛。当然，来圣地亚哥就不能不去附近沙滩走走，这里的沙滩在全加州也超级出名的哦。吃饱喝足，那我们现在准备开车回家啦。这台 Plug-in 它搭配的是6速自动变速箱，那油车版本的一般都
使用是足够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开了一小段了，然后距离回家还有一段距离，差不多60来 mile 吧。但现在车还可以跑212 mile。动能回收显示的还挺清晰的，可以看到蓝色代表电能的使用状况，黄色呢则代表油耗的使用状况。哎呀，玩了一天好累啊！是啊，我们今天可以看一下，我们今天开了超远的，我们开过去开了87 mile，然后在附近玩一玩，开了5个 mile，回来又开了89个 mile。哇哦！对，但是挺好了，也没有加油，也不需要停，就一缸油肯定是足够能玩一天的。从我们的那个能耗历史来看呢，其实有电机呢还是很省钱的。我们去的时候，我们的电池基本上是满的嘛，所以我们开过去的时候，我们的油耗是50.4。mileage per gallon，但我们回来的时候就已经电池用完了，所以用的是纯油，就一下降到了28.4 mile per gallon， 就大家可以看，差不多差了1倍。我们出发的时候显示续航是能跑332 mile，然后我们现在看它还能跑172 mile，但是我们今天玩的这一整趟总共跑了181 mile，跟现在剩余的172加起来的话，其实我们总共跑了353 mile， 所以它剩余的 mile 更多了。对，它剩的更多了，其实，所以它的动能回收呢，还是起到一定的省油作用的。平时充电也是很方便的，回家插上充电线就好了。而且它的充电线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显示屏，能够显示充了多少电量 ，so smart。那我今天呢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 plug-in hybrid 的好处。虽然现在有很多人都想买电车，但是纯电的电车确实是开长途不是那么的方便。对，因为你要等它充电。是的，其实平时如果你开的比较近的话，像买个孩子接个菜这种，买个孩子接个菜，太贵了。平时其实如果你要开的比较近啊，比如说像买个菜啊、接个孩子之类的，你就可以用纯电，基本上就很环保。很省钱，很省钱。对，但是如果说你要开长途的话，你又不想去充电，其实这种 hybrid plug-in 是个不错的选择，感觉是一举两得。是啊。那希望大家呢喜欢我们今天的春游视频，大家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关注，因为大家的支持呢，我们可以拍更多的游玩的视频。让我们一起去玩吧！拜拜，下次见。